好，今年过年的特别节目，我们也特别来看到那2026年中国大陆拿哪3张的王牌来压制美国呢？现在我们今天会来讨论的3大主题，包括了大豆，这个是美国的命脉，再来还有就是稀土跟石油，北京如何用这3张王牌来压制川普，有没有效用呢？我们今天会来做讨论。其实今年的2月初的时候，川普其实他才亲自打了一通电话给习近平，公开的亮相底牌，他说呢。并且向外宣布说，中国接下来会从美国买它的石油跟天然气，还打算呢这个大豆的采购量啊，2026光是第一季会冲到2000万吨，第二季他说会拉到2500万吨。香港01这个媒体就特别针对于大豆的重要性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说，川普从1.0到2.0，他的权力一直在改变，但是大豆牌始终都是有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能够以大豆进口为工具迫使美国它的农业在内部起内讧。那尤其现在美国的期中选举又快要到了，大豆可以动摇共和党的选票，让川普只能让步。为什么大豆对于共和党来说，大豆牌这么的重要？委员怎么看？对，我过去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是在 Ohio， 就那么 Ohio 就是中西部，中西部几乎都是农民。而我还记得很清楚在我那个时候念书的那几年里，其实像比如说 Ohio 几乎都是共和党的天下了。就中西部大使在这个驻美代表处待过啊，我在 Chicago 对吧？所以中西部几乎全部都是这个共和党的红州的天下嘛。那么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都是农民啊。就是我还记得像 Ohio 就一眼望去全部都是不是种大豆的，就是种玉米的哦，就是这个一望无际啊。所以就像刚才大使讲的啊，一颗豆就一张票嘛，就是没办法，这选票问题啊。就大豆对川普来说可能不重要，可是选票却很重要，尤其是中西部是共和党的大本营，中西部如果一旦失守那共和党就不要选了，其中选举就惨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说，中西部在过去这几年的发展里头，也不见得是铁板一块的吧？我记得像拜登那次当选的时候，中西部有几个州就倒了。就是从红州变蓝州了，他并没有在一贯的这个支持共和党了。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在今年马上要举办的期中选举之前的美国的几场大选，都给了川普敲响了警钟。最近的一次在德州，在德州这共和党的大本营德州，川普最有把握的地区的一个参议员补选输了，就川普亲自背书支持的。一个这个女性的候选人，最后居然输给了一个素人，一个才刚刚从空军退伍下来，然后在做这个飞机维修的这个工程师这样的一个素人川普输了，而且输的这个比例相差很大他光在那个选区就输掉了17%的这个选票，过去川普在那里是赢13%到15%的，所以这一来一回是差多少？所以这对川普来说，这是很严重的警讯就没有什么州永远的红州，特别是像川普在过去这1年来搞了这么多这个稀奇古怪的把戏之后，其实对美国的民众来说，他们恐怕看川普的角度跟眼光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了。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川普当年是打着说站在这个弱势的、站在贫困的、站在一般平民的这一边的角色，虽然他是个富人，他是用打着这样的口号拿下政权的。可拿下了政权之后，他都是跟有钱人站在一起啊，在他周围的不但都是这个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企业家，他自己想尽了各种办法图利自己的家族，这是川普过去1年来所干的事情。美国的民众又不是眼瞎了，他又不是看不见，所以如果今天连大豆都守不住，那么他整个中西部就崩盘对大豆来讲，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大豆是不是1年买个1次2次就可以了？没有大豆1年可以量产好几遍了。所以中国大陆说，我现在下单2000万吨，好，我就2500万吨这一季，那下一季呢？下季呢？接下来呢？它随时可以不下所以对于这个大豆的或者是像玉米这些这个农民来讲，他们要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订单。可是中国大陆现在很厉害的，就是说呢，它就是一段一段的给就是说好到这一段，那么我这一季下，可下季有没有下呢？下季订单来了没有呢？没来，那就要等接下来你的表现是什么啦。所以光是大豆这件事情，就是牵动了整个中西部的这个选票的走向。那你还不要讲说像玉米，还有其他的这个农产品，这些都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大豆
永远都是川普的一个重要的软肋，因为他的选票就来自于这些农民。好，所以中国大陆用大豆来牵制美国，这个一季一季来下大豆，已经不是这种稳定的在买来看看美国的表现如何。这个是大豆牌，看起来是完全有效的。那另外一招牌就是稀土牌，尤其是中国大陆在近期，因为对于这个美国寄出了非常多稀土的出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贵金属的价格在近期狂飙。几个比较重要的贵金属，我们今天制作单位有把它找出来，包括了铬，现在呢1公斤来到了$4000，那镝每公斤$960，创下10年新高。这2个金属是用来制作电动车马达跟先进武器的。再来看到另外2个金属，价格同样是创今年新高，一个是镓，冲到了$1600，另外就是铢。同样也是这个价格狂飙，那这2个主要是用来做雷达跟飞弹导引。那现在看起来，北京的稀土牌，如何牵制美国？汉庭又怎么看？在过去几年呢，美日等国一方面享受着中国廉价的稀土供应，一方面呢却又在技术上对华卡脖子。2026年，北京的信号很明确，如果你们要搞小院高墙，那么我们就断掉墙内的水电。所以整个稀土最关键的命门就在于中国大陆掌控的全球70%的稀土的精炼产能，而且超过90%的高纯度分离能力，以及全球稀土永磁材料超过80%的产量。而这是一条从矿山的开采、冶炼分离到高端磁材制造，再到下游应用认证的全产业的闭环。所以过去15年呢，日本也想方设法想要降低对中国大陆稀土的依赖。整体来看，从90%降低到这个50%。但是呢，在更关键的重要的稀土领域，依赖大陆仍然高达了92%。所以当现在中国大陆只是稍微收紧了一下出口管制，结果呢，市场从不撒谎，各种的贵金属立刻价格飙涨。那因此，美国跟日本他们有没有办法来摆脱管制？答案是短期无解，长期痛苦。第一个，时间差，开一个稀土矿啊，你要从探勘到投产平均要10到15年这美国呢虽然还在努力，但是目前他们还需要把金矿运到中国大陆，或者依赖中国大陆的技术进行加工。想要建立独立的这种重稀土分离线，至少也要等到2030年以后了。此外，也有技术壁垒这个大陆在稀土的分离率的萃取技术呢，是拥有全球80%以上的专利。所以美日如果想要绕开中国专利，你要研发新工艺，这也不是你单纯砸钱，今天砸明年就有的问题。再来第三呢，还有更多的环保问题。你要重稀土的开采，必然伴随着环境的破坏。在环保法规比较严格的这些西方，那谁愿意这么干呢？所以现在虽然美国大张旗鼓搞一个什么的矿产联盟反华矿产联盟但实际上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欧洲强调环保标准，美国注重控制权，日本想要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而更关键的，中国大陆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稀土的消费市场，所以它的新能源汽车啦、风电机器人自己都要需要。所以简单来说，美国就算搞出了很多稀土，但也很可能有产能没订单，有样品没认证。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王牌，就是它的稀土牌。那第三个我们要来谈的，请大使帮我们谈的就是大陆的石油牌。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今年的时候，川普不是抓走了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吗？那总统被抓走之后呢，现在他就说了，这个石油接下来要全部交给美国。所以呢，过渡政府委内瑞拉的过渡政府就交了5000万桶的原油给美国。当时美国卖了一个很好的价格，在1月15号这一天是他第一次卖委内瑞拉的石油，金额高达了5亿美元，这个是他针对于石油贩售所得到的获利。那另外呢，他也针对了这些原本要卖给中国大陆的船只，他也去做了限制。2月10号，美军全程跟踪了一艘中国船，这是阿奎拉2号，上头他看到说载着70万桶的委内瑞拉的原油，一路跟踪，一直追到印度洋，把这个船给拦截下来。那接下来被拦截下来的船，中国大陆会不会真的未来愿意跟美国来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习近平会买单吗？大使又怎么看？中国大陆对委内瑞拉的石油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变成过去很多对委内瑞拉的贷款，它的还款条件是用石油来还，所以中国大陆并不需要委内瑞拉的石油，那只是说
这些贷款如果不用石油来还的话，用什么还？所以就必须我还是要进口一些石油。那委内瑞拉过去最高的时候，每日大概去产了大概2010年代，它曾经最高一天是300万桶，在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最高进口一天是50万桶，数量并不低。那因为现在美国禁运啊，国际社会禁运啊，所以中国大陆官方数据啊，它不太公布的，所以大概都是外面的这些各界在评估。现在委内瑞拉大概一天大概50万桶，那中国大陆80万桶啊，80万桶。中国大陆进口外面估计一天是10到15万桶，那也就是说大概1/7到1/8，所以量并不大。量对中国大陆从俄罗斯跟沙特跟这个科威特、伊拉克来比的话是小很多的。那中国大陆进可完全不需靠委内瑞拉原油，对委内瑞拉没有必须要买的。我告诉你，现在官方资料前10名啊，中国大陆进口来源石油进口，俄罗斯第1名，沙特第2名，伊拉克第3名，阿联酋第4名，阿曼、马来西亚、科威特、安哥拉、巴西、哥伦比亚分别排下来。所以石油多得很啊。最近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到中国大陆，也想把加拿大石油卖给中国大陆。对，还有最近还有一个国家也想卖石油给中国大陆，那位先生姓川明普，美国也想卖石油，中国大陆不缺石油啊。对，只是中国大陆从外交角度、从能源安全角度，它是用分散的。所以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对中国大陆没有造成任何威胁，只是说我贷款给你了，当时的条件是你用石油来抵债，那现在我这个石油我现在不抵债，将来时候到了再说吧。所以中国大陆对委内瑞拉石油没有什么急迫性。是，当然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一起去怎么开采这个委内瑞拉石油，也投资一点钱，因为美国的大石油公司不同意去啊。美国的大石油公司在上次川普找了10家最大石油公司开会以后，最后开会结论说，你们不去，我再找另外20个公司去，可见10个都不去。所以是不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要一起来，你只要公平合理，委内瑞拉也同意的话，对，那解决委内瑞拉这个石油的开采问题，也帮委内瑞拉一个忙。另外一方面，那个贷款也要还呐，对不对？贷给你的成百这些钱，你用石油还的话，那我还是要你的石油嘛。所以这个事情对中国大陆一点都不是问题，倒是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